OK，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好运，那么来领取好运哦。今天的好运是这两张哦，这两张牌今天要告诉你的好运是说，你之前的牺牲呢，你之前的一些付出哈，最近已经来到了要收获的时间点哈，而且时间点。已经快到了，已经到了一半以上哈，就是马上就要接近你了。而且你会除了有一些之前努力的丰盛的收获之外，还会带来了几个贵人的帮忙哈，就是你会得到一个新的奖赏，或新的职位，或是新的鼓励。反正这个奖赏，这个收获，其中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贵人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哈，你放心，你之前的努力已经准备要有所收获了啦。你再期待一下哈，你最近也可以再加把劲，再努力一下，或是为别人做。记得你的那个整个付出的核心思维要更加的牺牲自我，更加的奉献，你得到的收获就会成加倍的方式回馈给你哦。记得再忍耐一下，再努力一下，你就会得到这份幸运哦。好，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如果你喜欢今天的领取好运的话，记得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好，来到了选牌的部分哦。今天要选的牌是这三张哈，来仔细看哈，1、2、3哈。你可以用直觉哦，或是哪一个构图颜色最吸引你的注意，那表示你们的共振是最强的哈。如果你想要再看细一点的话，你可以按暂停哦。你可以仔细看一下那些细节，哪些有没有更小的细节是能打动你的，更让你喜爱的，你就选它吧哈。那如果已经决定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来。接下来是选到1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会在哪里邂逅他？你会在哪里遇到他？你会在哪里跟他第一次的接触哈？好，我们这些牌都已经洗过了，那我们就直接来抽一下整个能量的状态哈。来，先抽一张你的，我再抽一张他的好了。Give me the word. 目前看起来哈，你会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工作环境的结束之后，可能是在结束之后参加的一些聚会或参加的一些 party 之类的哈，就是那种情况哈，或是你会有一种2个公司啊，或是2个不同的朋友圈，在1周的忙碌之后呢，会有一个大家会有一个新的聚会，而那个聚会呢，掺杂的人蛮多的哦。而且这个人他不是你原本生活圈的人，我感觉是目前看起来他不在你的生活，因为我能感受到那个能量，它比较像是外在的哈。因为你给我的感觉是你正在摆脱一个你现在的困境，而且你摆脱了，然后你要进入一个新的案子呢、新的工作呢、新的等级呢、新的环境呢和新的学校，不知道就看你哈，反正你会有一个。转换一个新的空间，这边有一个转换新的空间的感觉，然后他在那个新的空间里，他存在于那个新的空间里的你的朋友，反正他是一个在跟你建立一个新关系的人出现哈，他完全不认识你，他也不知道你哈，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从陌生感。进入熟悉，然后我看到的是一种对你的探索，哦，远远的看着你，对你一些探索，然后他开始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会知道他了。然后我看到的是现场有很多的活动啊，或什么的，你们一直都保持着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但是彼此都有注意到彼此的存在。然后中间确实是有很多人穿插，有你的朋友会跟你讲话，然后。他也有，可是我有发现他，无论是在吃东西啊，或者在做自己的事情，在准备的时候，他一直都有在偷看你在做什么。其实你也是哦。然后那个环境很特别哈，那个环境是你本来没那么甘愿去的，你也没那么兴奋，因为刚结束了一个原本身上的很多的什么功课啊、课业或是工作很累了，你只想要休息。可是因为到了现场，那个悸动的感觉哈，那个。兴奋的感觉出来了，所以你有点，怎么说？其实你有一点困扰，因为你没有很期待这件事，而对方跟你的频率差不多，他也没有特别期待哈，只是你的出现让他很难忽视你的存在就是了哈。
牌面上看到的是这份关系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哈，然后如果你们两个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聊天什么，会立刻从这个陌生的感觉里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哈。怎么说？因为圣杯十这里哈，它比较像是1到10，引到一个尾巴，然后它用一个尾巴来做一个美好的结局的概念，所以我认为你们的关系已经从这个陌生直接要进入一个熟悉感，所以才会有一个被祝福的欢愉的感觉。然后又钱币十这比较代表说你们的这个邂逅，你们的这个相遇，后面所要建筑的一个关系，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只是一个晚上，或是一个礼拜，或是一下子就结束的一个很淡的缘分跟很淡的关系。它比较像是一个你们的相遇是要开启你们两个新的旅程的概念哈。那这张牌呢，就是当然啦，这张牌的出现比较多的是在于对方，对方可能是一个心思比较多的，想法比较多的哈，脑袋是比较灵活的，所以在他的角度来说，他会有一种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弹啦。这张牌出现的时候，让我看到了很多其中的一些技巧、灵活跟小聪明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射。我觉得可能是你身上的魅力跟你身上的一些感觉，让他觉得你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可能也是因为你有一个机智的感觉、聪明的、外显的，或是你的眼神很锐利的，所以对他来讲，他心里的有一种对你的喜欢，跟一种想要获得你的一个冲动。让他开始思考说要怎么得到你，所以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比较像是有一种多余的思维、多余的考量、多余的一些经验的整合之后，要转换成一种行动啦。但是我从牌面上看到的是，其实你们的关系的进展跟发展其实不需要这个，我觉得这个多虑了。我觉得你们看起来的有两个东西，我必须说哈，因为牌面有一个要往下发展的一个顺势上来，但是有一个东西会让你不那么相信，或是不那么愿意接受，不那么拥有开放的心态。那个点比较像是说，你确定你现在心情是放轻松的了吗？你的心思跟你的各方面内在跟你的想法已经放下了、放轻松了，要接受或是要往下一步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你来参加这个活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我已经完全把前面的东西都放下了，我今天就是要只属于我自己，我今天要放开，我只属于我自己的快乐，这个心态，还是你去的时候其实有点半推半就，就是其实你心情还在担忧着之前繁忙的事情或是一些烦人的事情，然后你只是来看看、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放松这两个心态是差很多的。那对方的出现跟你们两个的邂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有一部分取决于你当下的心情跟你的表现是否已经呈现了一种开朗、开放、自在的感觉，会让这一件事情比较水到渠成。如果你表情上、神情上还是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困难，首先你很难专注的发现这个人出现，还有你很难吸收对方的魅力、对方的好，或是对方的言语里面的浪漫，或是追求的渴望，因为你的眼睛或是你的心思并没有开放起来，并没有向外去比较用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各种讯息如果你是用这种比较一般的感受来到这一个活动里，然后遇到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感情可能他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往前，但是他有一个好的契机点是，对方其实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还蛮勇敢的，蛮冲动的，蛮有行动力的。这也是一个优点，是他其实并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他当时也是只在乎自己想要跟你认识的这一个直觉，所以还好，即使刚刚讲了这些问题，但是并没有阻碍你们两个认识，或是阻碍你们的缘分会断掉或什么，没有那么严重。只是现在牌面上看到的是在提醒你，
如果你近期真的遇到了这个人，请你用更开放的心态，比你想象中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去接受，去面对，去好好欣赏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邂逅情况。来，我们再往下看，看还有什么？这个也是有一点在想说，你你的内在有一些比较自我比较武装自我的东西，我要这边要提醒你，可能它会加强，它会在你遇到这个人或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在内在里面加强起来。但是，请相信这两张牌的出现它确实是在告诉你说，下一个阶段跟下一步已经在眼前了，而且整个情况是给你一个好的发展。这里有一点比较希望你多相信一下未来已经会发生的这一个这个预感吧，因为毕竟共识的概念就是它有它在未来或者另外一个时间点它有发生，有很多可能性，但你比较趋向于这里。你只要坚定相信了牌面已经给你的这个暗示，你就会往那里走不要让自己很多封锁自己的一些思维概念在这么重要的一刻，然后帮助了你自己那对方的话，我多放一下对方的能量好了我们看多一点对方的，我看一下对方算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的人然后他本质上是还不错，他有非常好的竞争感，他在工作上或是什么方，他是非常有掠夺感的，能够征服别人的。他也有很有自信，他能够征服你，只要他心态上是这样啦。八倍是，不过我还是有点看到，虽然我在看对方，但是我还是有点觉得，我是在担忧说他心情上是不是有一些旧的想法、旧的困扰，他才刚摆脱往前走，所以他其实相较起来你们的相遇其实都处于在一种两个人正要往自己人生或是这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那一个关头，或是那一个边界，你们正跨过了，或是正迈出了，所以你们两个的磁场跟各方面确实是吸引了，只是两个人的概念比较不一样。你比较像是对于一种物质生活、繁忙、功课、课业，或是这种，你终于结束了就是那些压在你身上的压力终于结束了，然后你现在要进下一关、下一个阶段，然后你要先全然的放松，你在学习全然的放松，你也想全然的 open mind 去接受，这是你的状态。但他的比较像是他心理上有一些受伤跟感受上精神面的过不去他才他才刚整理完了，他也才回复到了一个更开放的内在你们两个的开放行为不太一样，他比较像是开放了他的内在本来封闭起来的一种精神上的、心情上的、感情上的东西，他之前有封闭起来，现在打开了，重新打开。你的是一种行动上、肉体上，我的说为什么说肉体上，就是行为上了。你本来有一点绑手绑脚，很多事都不想做，很多事情压着你，你也没办法做的这种，你终于四肢解放了、解开，你要挥舞起来了所以我们两个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整个逻辑跟概念跟趋势是雷同的然后再看一下它，你身上有很多他觉得有的东西，因为这个邂逅前，我觉得他在你身上看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知道。你身上有好几个东西吸引他了，所以这驱使他要接近你只是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他目前还处于，我觉得就是他一邂逅你的时候，他有发现你身上有很多吸引他的东西啦，但是他有点不太确定哪一个才是他想要的因为他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要某个人，或是不喜欢某个人，我们是很笃定的。但是他的情况比较特别，
他发现你吸引他了，然后他也喜欢你了。可是因为你身上有好几个他喜欢的点，是好几个不同人的影子所投射出来的，所以他有一点犹豫，或是有一点点小慌张。我觉得这不严重，只是形容给你看，他是有一点小慌张，觉得你有好多的身上有很多的新奇感、熟悉感，有新奇感的，反正有新的、旧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出乎意料的一种行为样子，所以连你的外表、长相都是他意外喜欢的，但也是他原本喜欢的形象混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会有一种这种，他对你的感觉其实是蛮复杂的了，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蛮复杂的，所以这部分引起了他内在有很多的好奇心，他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他把想要认识你有一部分当成是一种探险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吸引力的起步了，至少他在动力起来了，他还蛮有一个不错的动力要去接近你、认识你好，我看一下在你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会主动来跟你讲话了吗？还是会等到之后呢？其实这是有差别的，有些人会把它放在心里但他不一定会行动。那我这一个邂逅有可能是只是遇到，但不一定会真的有交流我来跟你确定一下，他那一天晚上就会跟你有一个或者那一次活动就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那个吗？是不是有啦？他其实遇到你的时候，他就会非常主动的，已经会马上来认识你了，非常快他看到了就会来讲话了。我觉得可能连那个晚上他都不会耗太多时间偷看你了。这里看到的是这样，非常快而且他会很快的就知道你的精神核心，会直接问你很多问题，对你有非常多的好奇，会直接想要跟你聊起来，想要探索你很多。如果你那一天遇到了，希望你能够多把时间给他，因为他对你的好奇心实在太多，他要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他的内在的冲动跟节奏感非常节拍非常快，他想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问你很多问题，很好奇，因为他确实是太好奇你了。然后那一天晚上他遇到你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一下这种被追求的感觉，因为他确实有一种追求的气氛出现在这一天晚上。一样，希望你不会在这一天晚上感觉到非常的沉重，或是不要封闭自己那天晚上能够，我希望你再更开放一点，就是多的去敞开自己，然后介绍自己，在他的问题跟他的接近，去敞开自己的喜好各方面的，你都把它表达出来。因为这两边有2张牌提醒，就是有看到你的内在的劳累感跟一种对新情况跟新感觉的一个排斥感有跑出来。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能量跟另外一个部分看到了这个人的热情是非常正直的、非常正面的、非常纯然的在这份感情里，他的这个初步表现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纯真的，所以我才希望你，如果你是这么被动的情况下，我希望你把心房再多打开一点尽量用一种乐观的态度去跟他接触不要用一种防卫的态度接触因为你会失去蛮多这一刻以后可能会回忆的好的记忆，可以就是一个浪漫的感觉。这个时候蛮多的就是尽量不要武装自己起来就对了。对啊，又一张，一样，这3张牌其实讲的差不多它这3张牌都有一种沉重的、武装的、防卫的一种讯号出来，尤其战车牌，它更像是一种华丽的外表在保护一个内在的伤痕这里也有，所以它这里可是这张牌更代表的是说，你要顺着这个走，你们的感情或什么可能会在这一刻会慢慢的建立起来，因为牌面上看起来2个人是很契合的。现在只看到第一步了，第一步那一天就会非常非常契合，非常有趣，你会感觉到很舒适，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其实他没有办法带给你很多
压力，或是很难堪，或是觉得你只想跟你朋友玩，不想有人打，不会没有，它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反而是你自己的开放程度影响了一切哈。好，我发现是圣杯皇完国王跟钱币皇后的话，我反而发现了你们的这边看到，我这边看到的希望是说你们两个人，其实，在其实我这边突然看得到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并不是一种意外，而是你们中间有一些外在的别人的关系的层层的串联起来的时候，才会在这一次的聚会你们遇到。因为我有看到，这个水能量是在一种你被指引过来的一个方向，然后其中有很多穿针引线，怎么说呢？就是你的朋友圈，或是你的工作伙伴，或是你旁边的同事，他们就是这两个圈圈，他们彼此有一些你看不到的交流，然后串起来了这一条线，然后才约定了，然后相聚，或是有这一个活动，有这一个 party。但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的相遇在冥冥之这段之前就已经慢慢的被拉近了。我要说的是说，你们这次的相遇并不是这次的邂逅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而是有很多宇宙或者是空间、时间的慢慢的布局，让你们一步一步走到身边。我更想说的是，表示这个邂逅是值得你去珍惜的一次。以今天的题目来说，确实啦，我们是在找在哪里邂逅它。但很特别的是，这个邂逅可能是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很明显的邂逅，可能就是你的下一次的正缘，你的下一次的不错的恋情的到来。因为这两张牌的出现我发现你们两个踩在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上，踩在一个很容易发芽各种关系跟健康未来的一个土地上的能量，它并不是一种轻巧的、随意的，在风中随意碰撞跑出来的一种火花而产生的爱情。它这个不是，这里看到的是为了开垦这一个你们两个人的天地，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了，而你们两个终于在这一刻要来收成了，或是要来开始耕种，要来开始施肥了。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天地。这边给的讯号，我看到的是这个所以如果你下一次有一个不错的邂逅的话，你可以好好体会跟好好珍惜一下然后我再看看别的，确实，他这里确实也是一个告诉你说，终于等到了终于到来了在整个你们真正的应该说，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你人生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发生，而这一句话刚好在这一个1号牌的朋友身上有发生，就是这整个发展下来终于走到了你们两个要相遇的这一个点了。对于整个宇宙的故事来说，我们终于看到了到底是哪两个主角要相遇，是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就要翻篇了，我们就要进了下一个章节。下一章节就前面有一些就是说前端的故事就是说大家做了很多事的故事，然后把你们两个终于相遇了。那可能这是第一篇或是续篇的最后一页，就是你们两个终于相遇了。然后现在要翻一篇了，下一篇的故事就是这两个人的恋情，这两个人的相处到底是故事怎么发展下去呢？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序章的最后了这里看到的是这个，所以大家在阅读这个故事，终于看到了这一个第一章的序章的结局。那我们终于要到下一个故事开始了这就是你们邂逅的情况。好，我再帮你看看更多我来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能量直接两个人的能量跟的交流跟品质的连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来看找这个好了。
哦，你们两个的能量确实已经到了我刚刚说的，已经要准备。我觉得这张牌讲的是说努力啊，收成，就是你的努力终于要总算有一些对等的结果要出现。但我觉得这张牌讲的比较像是宇宙跟时间的努力，跟他们的培养跟建构你们的世界，终于要到了一个你们两个要来收获的阶段了。因为这么说哈，其实你们两个虽然对彼此没有直接的作为，但是很可能你们在自己的工作是你们自己的生活里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已经默默的影响到了彼此的世界，所以让你们两个现在会相遇哈。对啊，你们两个要开这里哈，因为这是起点嘛，你们要开始一个全新的新奇的旅程，在你们的关系里，然后你们会感觉到非常的丰富自在，你们甚至会想跟朋友去炫耀，或是跟朋友去分享这一件事情。这两张牌已经都算是一种大丰收的感觉，然后大丰收里面已经备受祝福、备受赞美、备受称赞了。这两张牌在这个阶段哈，在我刚刚已经讲故事到了第一个续篇的尾声，然后要翻篇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祝福跟赞赏跟被认同的感觉哈，被整个意识所接纳的祝福，这边也是。好，这两个又出来了，都算是一个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的一个起点的，大家都期待的这整个故事，你们两个的关系要怎么发展下去哈？对，这刚刚也有了。你们要开始有所收获，有所对，已经到了。简单来说啦，就是把你们牵在一起的那一条线，总算完成了任务了。然后你们的相遇，你们的邂逅，就是这整个任务的一个奖赏哈。就这张，就是你们两个任务奖赏。所以目前看起来，近期或是什么，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活动哈，记得要参与哈，记得不要落跑哈，不要跑掉，记得不要找借口不去。记得最近如果有一种公司间的互相活动啊、交流啊这种哈，什么交流活动啊，什么友谊赛啊这一类的，类似这种东西的哈，两个公司的什么啊，这种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人的活动或什么。我刚刚脑子突然出现一个讯息，他有没有可能是跟其他不同部门或是不同领域的人开会的时候会遇到呢？我帮你看一下，我刚好这个讯息，我帮你特别翻一下啊。我觉得，因为这个讯息突然在耳朵跑出了一个声音，它不是一个图像或是一个文字，它突然一个声音哈。它刚有一个声音突然就说，可能是开会啊，这个声音大概是这样。好，我来，等我一下，我这个认真针对这个翻一下，会不会是一种聚会，小小的聚会，去开会谈论工作啊，谈论活动啊，然后来的一个陌生人或什么的哈。这个讯号，我脑袋出现的比较像是不同工作的人的遇见。好，仔细看一下，是外来的。如果是 five， 是诶，他这边有说，甚至有可能是跟你完全不认识的工作机会去开会，或是去谈生意，或是去谈一个计划，谈一个，反正这是一个合作关系契机上也有可能会遇到的能量蛮强的。这里好几个是这样子的牌耶，譬如说，这里有多了一个人，这里又多了一个人，然后这里的人就不更多了哈，比较像是更多人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哈，然后其中会有一个奇怪的小小的，这两边都有出现，其实然后火苗会产生出来，而这里是告诉人说，你们彼此在共同为了某一件新的事情在做讨论。所以我确实有感觉到比较像是去开会，或是去谈生意，或是去什么去接触一些
反正就是有一种讨论、一种 meeting 的概念在这里面，而那个人会在其中会出现。好，突然告诉我这个情况比较大，所以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很快的在事后或什么就跟你表达，你会感觉到，另外就感觉到。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那个情况来说的话，也呼应了我刚刚前面说有人很多的一个情况哈。可是我前面嗅到的是比较多的是一个欢乐的感觉，然后这里我翻的这5张牌是有欢乐的感觉，但也有一些工作能量、理智能量、创造力能量、比较物质能量在其中穿梭，所以以这一个可能性也是蛮高的。好，所以你接下来要遇到他的话，可能这2种机会都蛮高的话，你可以体会一下哈。也许工作上啊，新的人际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新的人际关系要建立的时候，你会遇到他。好，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选到1号牌组的朋友哈。希望你有理解我对于图面象征的解释哈。整理一下，它就是会有2种可能性，一个是可能是工作完或是一天疲劳或什么的一个阶段结束之后的一个聚会活动。好，然后你活动的对象可能有一半都是新的人，要新认识的人，一个新的交际圈，他会出来。第二个是可能是规模比较小的，可能是一个谈论的工作啊，去建一个新的 case 啊，新的客户这类型的一种情况哈，或是大家一起去讨论活动，不同学校的合作啊，这种也会有。这种小组讨论的时候，这个人会出现哈。这2种机会给选择1号的朋友。好。谢谢你来听，记得按赞跟分享，按赞对影片很重要，感谢你，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接着题目是呢，我会在哪里邂逅他，哪里遇到他哈？他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帮你翻看看。哎，等一下哈。好，这些牌都洗过了哈，别放心哈。来，遇到他是好。这张哈，看一下这3张，我翻个卡。首先你遇到他的情况还蛮好的啦，一遇到他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心心相印，很容易很快就会产生一种彼此的能量跟热情啦，也就是说那个爱的能量很快就会出来哈。不过在哪里遇到啊？我反而觉得也是一个交际的场合了，就是蛮需要喝酒喝饮料，需要交际的场合，需要跟很多人打闹交朋友的地方哈。来看确定一下。就是说，他这个场合哈，不太像是在玩的，他比较像是说，虽然大家有需要交际做朋友，可是其实这个是有点在谈事情的，谈工作啦，因为我不知道来看的是学生还是什么，我就先以工作的角度来说哈，它不像是你们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这些食物可以吃啊，有些酒可以吃，有些饮料可以吃，是一种比较轻松的状态，在谈事情的一个场合，你会遇到它。因为它这里有几个牌在告诉我们说，它这个比较明智的、比较理智的、比较需要创造力的、比较需要分析的，你必须要交换意见的一个能量在里面，风能量在这里，它需要动脑的环境，所以我就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放松的环境，你会遇到它，所以我才说它可能是一个工作的环境啊，不过它也不是一个严肃的工作环境的人，它真的是比较像是一种会后的闲聊、交朋友，就是不是在谈事情，它的重点是在交朋友。认识朋友，彼此认识，打好关系的一个环境，但它不是一个打闹的环境，它也还算是一个半严肃的环境，就是现场的人可能大家都还是有某一些目的啦，某一些交换身份的目的，认识人，可能 A 想认识 C， 需要透过 B， 什么这种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个环境里，然后偏偏呢，跟你有契合、有缘分的人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好，我再看看哈，翻翻其他的牌。这个好了，好，这里哈，再看一下整个情况哈，当然现场的情况会是什么哈 ？Episode Pages，这是一个真的很热闹的场所可是因为这3张牌已经把它垫底了，我就真的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用来玩的。虽然这里也有啦，但是我更认为它就是一个充满
认识人、交际的场合哈，他就是需要认识人、需要认识的工作伙伴。像是有时候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啊，什么各国的公司的人都参加，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参加。可是当这个研讨会或是这个会议结束之后，他后面会有一个会后的餐会。每个人都还是穿着他来参加会议的，身上可能都还是公事包或什么的。可是他那个休息的时间哈，大家会去吃东西、拿酒、拿饮料、拿什么休息的时间，后面就没有会议了，也没有什么任何东西。可是就在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心情可能已经比较放松了一半，虽然还是有一些目的性，可是大家已经比较能够轻松的放开自我去聊天、去交朋友。我说的是这个时候哈，然后这个人呢，他就会突然的出现。这里没有说他是你原本认识的人，他这个一个是全新的人从你这里出现。这里我看到他是一个全新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而且他的能力蛮强的。你欣赏他，你喜欢他，你会注意到他，会重视他，都是因为他有很多能力蛮强的。可是刚刚在之前好像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能量是在这里这一个更接近、更接触的情况上的时候，然后会出现然后这2号牌的场所比较不一样，跟1号比较不一样它这个确实还是属于一种交流型的场合，然后你们的表达也不能够太直接、太放。这里充满了比较多的暗示，你们的邂逅会充满了比较多的暗示，但你们两个心心相印知道对方彼此是有一些好感的。那你们也知道因为这里有太多其他的能量在旁边跟你交流，你们两个很难在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里面发展自我，所以在这个半工作的场合里面，你们会产生第一个的邂逅，那个暧昧的情况已经会出现了。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比较单纯，比较原始所以我才说它会比较暧昧的情况会出现嘛。然后整个爱的能量或是一个偶遇的能量就到这里而已。然后到8的时候的话，8的权杖也出现了耶。我只能说8的权杖出现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们两个的相遇会有一种一触即发的感觉。可是整个场合并不适合很快速的发展成什么。你们要等到第2次机会，可是第一次邂逅的状态就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这里的火能量我觉得都蛮直接的火能量都很纯。好，目前看到的是你会在某一种工作之后的一种交流一种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工作交流之中，你会遇到这一个人你会遇见这一个人，这是你们的第一次邂逅来。我再来看下一个题目好了这个邂逅之后，我来帮你看一下。我那在想看的是你们这个邂逅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快速的发展快速的情况会发生从这里这个其实就到8了你们两个很快就会各自去，很快就私下约出去见面了，要脱离这个工作的场合，很快可能会这个第一次邂逅之后就会有约定个人你们两个自己独处的空间跟时间了Super Cups 都有不过要小心这里有他身边也有其他喜欢他的人啦，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是不是他身边有人呢，还是有喜欢他的人，我不确定只是说他旁边有一些缘分，还在他旁边跑你可以注意一下，但是我觉得不强烈，没那么多，没那么强烈，你可以注意一下然后或是你可以就先用淡一点的方式跟他相处就好了好，这边有告诉我说，这个第一次邂逅之后，可以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去交流、去接触不要想太多，慢慢的挖掘这个人，不要期待太多未来的发展性，先把这一个第一次邂逅跟第一次相处的情况弄好就好了。说，我必须说，这个人虽然是不错的，可是在这个第一个邂逅的时候，
他有一些秘密你可能没办法发现，他有把它藏起来啊，他把它藏起来，他外显给你的都是一些他能讲的或是能让你喜欢的，他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他没有拿出来在这里哈，因为这也不是说一定会这样子，有的时候有些人是第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能互相交换最内在的心情，可是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他有蛮多顾虑的，他内在有蛮多顾虑的，然后他是喜欢你，但他对你的追求比较像是，他可能在那个场合里面发现你是最好的，所以他对你有这一个喜欢哈。我先说，我觉得我没在他身上看到很稳定的气息，然后我看到的是比较浪漫的第一次接触的气息，从刚刚那一部分到这里哈，稳定的气息没有很强烈的出现，虽然有钱币石在这里，可是我觉得它离我觉得它很遥远，它不在现在，它比较像是你们要走到一段路之后才会出现的。因为我觉得前面很多牌让我看到要走到钱币石，中间有很多事情，要先挖掘完才会在这里，而且这一个过程里会让你感觉到好像蛮累的，可是你们彼此的喜欢又很多。我必须说，这一个感情比较像是说，他或你身上都已经原本背负着很多还没有解决，或是还没有心里还没有过去的事情，然后你们就相遇了。然后并不算是你们的心灵已经完全整理干净的时候，两个是全然全新的人的相遇的一个状况。你们这个的邂逅比我预期的早。为什么说比我预期的早？我喜欢两个人邂逅的时候是完全已经摆脱掉之前的事情，然后很开放的心态要去接受一份新的感情。这是我觉得我预期的邂逅的情况，因为这样子比较健康，对人也比较公平。可是选到2号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目前不知道你们的关系后面发展会不会很好，我现在只能看到说你们两个邂逅那一触即发的能量各方面都很强烈，健不健康还没看到，我只觉得很强烈、很特别、很互相吸引人，一触即发，两个人很快就有很深的感觉，所以才会在工作之余会后这种人际关系中，你们会很快的就另外再约出去了解对方。但是在了解对方的中间，我比如说你会感觉到某些沉重感。第一，你可能有很多事情想问没问出来；第二，你会投射你以前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会觉得有点难哦。但是你又很想突破。然后对方呢，对方的节奏步调没有你想象中的快，比你慢一些。是稳扎稳打型往上走，我看看好了，很慢呢。他对于感情的发展速度其实慢慢的去，然后他也会慢慢的打动你，慢慢的去让你理解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看一下，那至于秘密跟一些不说的事情要多久？他其实他觉得他自己的事情，或是他一些他也不想告诉你的事情，他并没有那么多心机，觉得要把它藏起来或什么。他是用一种非常单纯的心情去想这件事，他只觉得感觉到了，时间到了，能告诉你，他就会告诉你。那现在他还没找到那个感觉，他还没有觉得是个好事情，他就不会告诉你。所以也不要那么快误会，觉得他在藏一些秘密。他就跟每个人的人性差不多，就是我们在还没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跟信任的时候，很难很快去分享一个内在嘛。尤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还有一个12星座做基础嘛，如果你是火象星座的话，通常母羊、射手可能很快就会讲出来了，或什么的都会分享出来。可是如果你是别的星座，比如说水象星座的，那就需要等一些时间了，不是吗？所以我们先抛开星座，我们先回归到每一个人的处理状态不一样。只是我现在能够告诉你的是，他对于这一件事情，对于感情的节奏感比你慢，对于要不要要不要很快就分享他真正的自己或自己的，他也是蛮慢的。可是他的那个慢不是一个有秩序的、有顺序的慢，而是他在等某种感觉就会跟你讲。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比较像是一种比较水象星座的状态，但不一定是啦。那我只能说他比较类似水象星座的状态在
认识你。可是我目前看到的你们第一次邂逅的情况是蛮好的啦，哈，只是让你有内在的东西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挖掘。然后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能量交流是比较健康的吗？发展是怎么样？还是会有比较更多错综复杂的冲击？还是需要磨合更长的时间？哈，帮你看，更细致的方法好了，想看一些更多两个人的。直接我想看的是你的能量啦的流动那些的。好，这样子的话，先看这样哈，因为两个哇，这么多水，两个的流动内在的感情的流动是蛮强烈的，而且是同步的，是同一种性质的，是本来就应该要牵连在一起的哈。然后你们两个彼此投射了蛮多的内在自己。所以你们才会在一起碰到的时候，就有一派集合，很难分开的感觉，很快就投射彼此的自我，投射着以前的过去的自己，投射着比较幻想的未来，投射着未来的远景、未来的价值观，很快就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有了哈。好，再看一下路径上。其实你们两个只要再花时间，更多的相处，更多的往下走，更多的分享，其实你们可能会走得蛮好的。然后中间其实会有一些小小的争执跟不认同彼此不认同，但是很快就结束了，很快就解决。因为你们本来的价值观各方面都已经很接近了80%-90%了，只是差一些沟通上，你们很快就能够化解，而且你们也不会太多的介意，只是会彼此会有一些小小的坚持，蛮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达到共识。我蛮坚持有共识这一件事情哈，然后有看到两段的升华哈，表示说你们两个都会有一些逐步的进阶，只要我们再花一点时间相处，再花一点时间分享内在的事情，会有一种至少会有2次的更好的升华，感情会有一种更好的升华下去哈。所以记得小心你们第一次邂逅那个情况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的未知，好像很多的秘密感。好，我觉得那都是原本就在的，但你们后面可以健康的让它发展下去，要有点自信，要花一点时间，有点耐心哦。然后再帮你看一下这里哈，这里，看一下，要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他会慢慢跟你分享一些他的愿景，但是没有那么快，他就是要慢慢的哈。然后你们两个的关系确实有蛮多旁边的杂音出现的。那个杂音哦，我已经看了2次了。就是第一，他可能有追求者；第二，他可能有分手还没分干净，或是分手还被纠缠的人也有。但是他现在的目标在你身上是没错的啊，只是他在专心，他专心是很强，但他旁边还是有很多杂音，还是会有很多出现在里面哈。你们两个的关系要能够一直快速的进化的话，必须要去探访彼此内在的秘密，必须要更多的交换秘密，更多的交换彼此心中的一些黑暗面，才能够进展的比较快哦。因为这2张牌已经在暗示了你们两个，排斥了外在的一些力量感，就是说，你们像这个牌比较像是说，它有一些智慧啦，有一些东西，这个比较难接受。比较想说，就是你们内在有一些只有你们懂的东西，或是只有你们所接受的愿景跟所接受的现实，只有你们自己以为自己内在然后外在很多东西你是不认同的，可是你把它藏在心里，就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你们原本是这样想，但是现在你们彼此遇到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你们两个是可以交换的，然后彼此就能够交换一种，就会产生一种很好的共识。而原本你以为说你不需要跟任何人产生共识，他也觉得不需要。可是当你们两个探究更多内在的事情，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人是可以分享的，所以你们的关系会很好的提升。9、9，这个就都是后面哈。
后面慢慢的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外显，比较愿意跟朋友分享了哈。其实原本你们两个这关系你们想要藏起来的，即使你们遇到了什么，你们会比较想要不张扬，比较藏起来，甚至连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没有告诉几个哈，就是不要让那么多的人知道。可是当然你们进入了1次2次的阶段的进阶之后，你们渐渐的可以把彼此带去给朋友看，或是分享给朋友，讲更多的事情给朋友看。你们开始有了彼此的自信哦，两个关系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其实你们两个的能量在内在其实都一开始就很好了，只是因为你们两个都彼此或他啦，我觉得是他身上带了蛮多还不愿意告诉你的事情，我觉得比较多，好，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去突破前面这一关，后面的发展都还蛮好的，因为你们两个突破那一关之后，就能够交换更多的秘密，感情会越来越好，会除了恋人之外，还会有好朋友的关系，也有一点收妹的感觉，然后你们两个谈话会变多，然后越来越契合，人家会把你当成是一种1+1=1的感觉，两个会比较像一体的感觉。可是确实要花一点时间，我有看到那个时间有一个流程，有一个东西都要一关一关过才会到那里，并不是说一定会到那里哦，但前面你们就要需要一些那些信任。我看到的是信任，你们要以信任为基础来去先从信任跟相信为基础来处理这一份关系。这是这一个选到2号牌的朋友必须要比较多的一个讯号，比较多的意志。原本就应该要有信任，可是，在选到2号朋友，你们要更多，要更加倍，彼此都要有这个东西，才能够发展到更好的阶段。因为后面你必须要交换一些很内在、很真实的东西，所以前面必须要把这个信任基础再提高到更多。好，我就帮你翻第3组，就是看一下哈，这一件事情。所谓的近期会多近期啦，我帮你看6个月会不会有什么情况？不是每一次都会翻6个月，我只是就很想确定时间的时候，我就会翻哈。这3个月，我先翻3个月。近3个月的话，如果这个月没发生的话，就可能要再等1-2个月了。所以如果这个月没有什么大的活动，或是什么公司的或什么的聚会，要认识新朋友的机会，那就可能这个月就没有，在这个月就没有了，要在之后可能要发现比较难啦，要比较多的心力才会发现这个人的存在。而且我有看到这个人可能已经在你附近出现过，让你完全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给的是宝剑10，然后又是那个正义牌。他就没有答案，你知道吗？他就是他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答案，他有答案，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说有没有办法遇到这个人，他有答案，可是他没有很明确的方向感，或是你没有，就是还在找答案的感觉，就是答案在附近了，但还在找，表示等于没看到，我懂你意思吗？然后这边我告诉你说，为什么找的那么困难？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宝剑10，就是说有宝剑10后面有一个愿景、一个远景，你看得到，但是你必须要牺牲很多东西，所以我才说你要找到那个东西，必须要花很多心力，所以我才说2、3月是可能我就会说没有，意思就是说我也不想你花那么多心力去找到它，因为我觉得它会出来就会出来，然后只是因为有它在附近，因为有，可是你又没看到，所以我才会说它在附近哈。因为如果它没有在附近，为什么会有？因为就范围这样就太广了，表示它其实已经在附近，只是你就是没看到它，大概是这个逻辑哈。来，好了，再看4、5、6，这个好了，好，近期第4、第5、第6个月哈，不是4月、5月、6月哈，是后面第4、第5、第6个月。第4个月就开始比较有了啦，第四个月可能就是出现的那个月，他们的关系开始有一些新的转换哈，然后你们就会变成可能进了第1阶段感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顺序，遇到了关系进化了，关系浓烈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第4、第5后面第4、第5的机会最大哈，这个感觉这个能量的机会最大，你可以期待一下。所以如果到第4个月或者第3个月底啊，第4个这个大概有些活动啊，就觉得说请尽量去参加，尽量去多认识的人，而且他是可能跟你工作有相关的人，是机会是最大的，你可以去试试看，因为这能量就顺起来了。好，第10哈，
来，我再帮你看一下这3个，先不要，我帮你看这3个月的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看什么？就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就一样啦，就是它会出现，而且你很快就会发现它了哈，而且你们2个很快就会在内心的交流会很明确啊，然后很快它出现的时候，你就很快就燃起了一种好奇心，很想去理解它，很想去勇往直前，就是突然莽撞了起来，你们2个人都会突然莽撞了起来，就是很想接近这个，很想理解这一个人哈，就只有火能量跟风能量在里面串哈，其他都是一些情感能量在驱使你们，然后你们行动上就是火能量跟风能量带领你们去走，然后你们内在已经被很多的吸引力所控制了哈，然后身体也控制不住，就会往彼此冲，然后所以你们一开始遇到的话就会非常就会非常有感觉啊，很快的就会有所进阶哈。但是因为女祭司牌出现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告诉你们内在的交换、内在心理的探索、内在的，我总觉得你们会。因为我总看到，就是你们关系如果真的停滞，就是因为你们内在没有产生信任，没有认真的交换，所以就错过了认识真正彼此最好的那一块的一个机会。虽然我这样提醒你，但是我又看到了很多在探索心灵之后的一个讯号，所以就觉得你们好像会自然而然就会探索，所以我也没那么担心。只是牌面出现2、3次之后，就觉得我再多提醒给你们了哈。这一题比较没有叫你们要去放开心胸去接受了，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你们会去交流内心的，很快就契合起来会交流内心的哈。好，选到2号牌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这一个邂逅，这邂逅比较特别哈，它就是可能跟工作有关的，很明显跟工作有关的哈，跟交际、交朋友、认识、工作圈跟离开舒适圈没什么关系，他还在你的舒适圈，他在你在行的圈子里会遇到这个人。好，这就是选择2号的牌的朋友，希望能理解我在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哈。我希望能够真的帮到你找到方向啊！如果你喜欢，记得按赞，然后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谢谢你来听。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会在哪里邂逅他？你会在哪里遇到他？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好，我们帮你看看，然后我们来翻牌咯，来，先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7 Ace 哦，就蛮像是某种典礼，某种颁奖，或是某种宴会中会遇到。它比较像是一种成果发表，比较像是一种就是会类似的尾牙，就是有一种要发奖品的日子，要给大家奖赏了，要给大家鼓励啊些什么的，就是大家可能工作到了某个阶段，事情到了某个阶段要收成了，要领奖的那个阶段，你会遇到这一个人，这个人才会出现哈，因为那个情况蛮多人的，因为他这个看到蛮多人的哈，然后他会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节庆感还蛮重要，他会在某种节庆啊，大家在庆祝某种事情的时候会出现，然后他是个很浪漫的人，他一看到你就心动了，他一看到你就对你有很多的想象，他一看到你就对你有很多的期待，但是他不会这么快就有所行动哈。他还在心里打转，他还在心里对你有所悸动。目前看到的是这样，然后他中间卡了非常多的人，让他有一点点没办法靠近你，可能比较像是说你旁边的朋友蛮多的话，他没办法单刀直入的就去想认识你。目前3张牌是这样，我再看一下，我觉得好像差一点点，因为他心里的那个情感跟什么已经起来了，我不觉得他不会行动哈，觉得他应该是要行动。好，3的话，他会找朋友帮忙，会找朋友去认识你，会去跟朋友介绍，或是会看到你跟他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会加入这个话题，然后切入你。他
不会很快就跟你表白他跟你的喜欢，他会偷偷接近你，然后你们两个会开始有一点点感觉哈，可是感觉不强。我觉得这感觉必须要在他明确跟你表态，他对你的感觉，我觉得因为这个牌，你看没有魔术师牌出现了，他在告诉我们说，这个邂逅并不是一拍即合或是一眼就对到的情况，必须他要自己去表达出一个很明显的喜欢之后，你才会惊觉到说，有人喜欢我，或是这个人喜欢我会这样子哈。然后我看一下哈，这个人跟你表达之后，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的感受是怎样？因为这个感受我知道，当然是只有你知道，但是这个感受比较能够衬出对方是什么样子哈。看一下，哦，是不是说他？我觉得他是外在不错的人，因为你刚遇到他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想说，诶，像这样子的人不是很多人喜欢吗？哈，像这样子的人离你蛮遥远的他怎么会跟你告白？哈，你心里会有一种这种很判断式的、很实在的想法，你并不会觉得说，哦，我自己是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人，所以像这样子的人也会喜欢。没有，你的想法不是这个，你的想法是这个人怎么可能会喜欢我？所以以这个反射过来的话，这个人似乎是外在条件跟一开始第一印象是不错的人哦，因为你的反应是这样子。再看下面哦，我心里的题目是，他那一天晚上遇到你的时候，就会跟你表达了吗？因为我今天的题目的邂逅，其实我把范围放得比较广。我的邂逅是比较像是你们第一次的相遇，但是我有留一点余地是相遇了，比较像是他知道你了，你知道他，但他会跟你表达他的喜欢吗？目前这两张牌告诉我说没有，他不会告诉你。所以你可能第一次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并不知道他喜欢你，但是你有一种特别的强烈的感觉，知道这个人跟你的关系在未来可能会不错，你有这个感觉有出来。所以这两张牌也有可能，他不是在跟你告白之后你有的感觉，比较像是说，突然这个人在你旁边出现，你心里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一个那么遥远、比较优秀的人在你们附近，再或是在你的生活圈里面出现，也有这样子的讯号。因为这个两张牌阻碍了我对于他会立刻跟你表达好感的那一个瞬间的发生，他没有发生。来，我来看一下那一天你们一开始第一次认识的时候的情况。你们大致的情况会有什么？会发生什么？哦，你们，诶，他会回避去讨论他喜欢你这一部分，他会去跟你聊一些你的兴趣啊、你的生活为什么，会有一种很朋友的方式，刚会用一种刚交到的朋友，然后想进阶成更好的朋友的态度去跟你聊天。哦，我因为我发现你们两个如果一接触，你们两个就已经发现说你们两个可以成为朋友，所以他很快的就把整个状况，或是你们的关系会马上进阶到会是更好的朋友，比旁边的人会有一种更好的默契的朋友的状态，然后出现，你们会聊很多内在的事情啊、兴趣啊、方向啊、喜欢去哪里玩啊什么的，就变成是一种你们彼此都有感觉，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很契合，然后可是两个人都有默契的保持在以朋友到比较好的朋友这个阶段的一种讨论，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因为这个出现了，因为如果他今天不是钱币皇后，他今天如果是圣杯皇后，我就不会这样讲，因为他是钱币皇后，两个人都想要站在一个稳稳的位置去讨论，去产生一种好奇心，去产生一种悸动，去产生一种情愫，但是你们两个都不想要突破，不是说不想突破，不想先跨越，或是比较想被动，看谁会先跨越，然后就会接受。可是因为两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你们还有一点点路要走，才会变成情侣，才会有人特别去告白。还一点路啊？为什么说一点路要走？因为这个出现了。好，你们两个现在先背弃了表达情感这一面，想要再往下走之后再看看。好，来再翻一下。对，你们两个都还没有是哦。哎呀，
宝剑到4的时候，对啊，因为我翻这2张牌的时候，我想说要多远，要走多远，还要一阵子，还要停，因为2个人对于表达情感这一面都先按了暂停，有点让我觉得你们很享受先当朋友的这个快感呢，有让我看到这个讯号诶。因为我看到其中有一个欢愉感，如果我认定你们2个先要保持朋友或是更好的朋友，以这个阶段来说，你们2个都觉得这个阶段比较自在比较好，也没有想要再跨越，虽然彼此心里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但是却没有想要去说明白说出来，是有趣的。那这个 Queen 说是 S 了，目前你们2个的理智跟你们2个都沉迷，你们那个时候会，你们俩那个时候会比较沉迷于对谈，比较那个时候会沉迷2个人挖掘彼此内在的那一个快乐里，因为你会觉得这更有趣，这比较像是你们2个人原本的个性哈。然后要等他告白吧，或是要等他表达对你的喜欢，真的还有一阵子。可是，一开始第一个邂逅的结果蛮好的耶，有一些很基本的牌，就是一个美好的第一步的牌都有出现哈。美好的第一步，美好的火能量，美好的风能量，美好的土能量，都在第一步的时候出现了，表示你们2个是踏在一个很协调、很好的基础上去发展下面的接下来的关系哦。手上出现了，好，因为我已经讲到接下来的关系的时候，所以圣杯国王就出现了。后面你们的感情就开始有一种很好的基础去累积起来哈，所以你们会自然而然的变成情侣关系，成为soul mate，机会还蛮大的哈。不过以今天只讨论邂逅的话，其实你们的第一次邂逅会充满了蛮多的欢乐感哦，而且这个第一次邂逅的这个感觉会持续好一段时间，好几个礼拜或1个月，你们都会非常想要跟彼此见面，然后一直聊天，大聊特聊。然后可是感情上、肉体上的亲密接触啊，我的亲密接触就是手牵手啊、勾手这方面的可能都还不会发生哈，会处在一种真的很接近的一种好朋友的概念啊或什么的，但其中的暧昧也慢慢的产生了，他已经从朋友尽量已经进化到一种暧昧的情愫里面，因为其实这里面放了好几张牌，虽然整个能量都很像是初期，2个人都不敢跨越，可是其中的水能量一直在里面流动，而且是用一种澎湃的方式在流动，只是没有外溢，没有宣泄出来哈，没有乱跑啦。这个时候出这个牌表示你们2个是走在对的方向哈。如果你遇到了这个结果的话，你就慢慢走，你们2个是走在对的方向。我还是觉得跟前面那一副牌，我觉得2个会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因为前面这个步骤比较像是很契合你们2个的个性，你们希望从朋友开始做起，可是偏偏这个朋友的友好度、这契合度就超乎你们的预期，所以你慢慢的往那里走去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变成情侣，完全不出意料这张牌，顺的太多了啊，你看没什么好颜色，没什么困难。那我来帮你们看一下。我再帮你们看一下，到底更明确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2个会遇到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哈？近期3个月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们2个遇到？近3个月会看到吗？看3，我目前觉得。我看到一个更细的东西了。3个月内它会出现，可是你们2个关系，我觉得它会出现，它这2个月会出现，可是你们2个关系变得比较密切的时候，会到第3个月才会有。所以现在有一点推翻我刚前面讲的，你们第一次邂逅。你们第一次邂逅可能只是认识，还没有聊到天，必须要从你们第一次认真聊天、第一次好奇彼此之后才会有。我觉得他的前面的那一种很想认识你那个冲动，在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就先被打住了，因为他这个发展有点又拖慢了整个节奏，比我刚刚讲的节奏再慢下来之后，我觉得可能要到2月第2个月或者第2个月底，或是第3个月初到第3个月的时候，才会有第2次的对话，那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会拉近。可是他很有可能会有第一次先见面，可是没有讲到话，只是知道彼此而已的情况会出现。我来看一下这里中间。
个牌出现好多次哦。我觉得这个牌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次？因为他在告诉我说，你们他跟你，我不知道是他跟你还是你跟他，你们都已经意识到彼此的好感了，可是都却用一种很反射的方式就先回避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都要先回避起来这个情感了，所以我必须说，如果你有遇到一个人看到一个人，你看到他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感觉，可是你会跟自己说，先等一下，先看一看，先回避一下，先不要想那么多，可能就是这一个人哦，那个人，因为他也在做这一件事情哈。可是你记得，你心里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你心里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跟热情，会有一种火。快乐的火在内在会突然烧了一下，会有点激动的感觉，是要有这个感觉开始哦。然后它后面有连贯，就是你会想要回避一下这个感觉，大概就是这个感觉的时候，这个人会给你这个感觉，他好像也是，所以才让我发现，原来即使你们第一次刚见面或什么，两个就会开始回避。我开始没有一开始就马上达成，两个人就会有一个很快的亲密度哦，好像没有，只能先认识，第一次只能先认识，然后后面就会有更深的交流哈。所以回到第一副牌的时候，它是在一种庆祝节庆的环境里，你们确实会在那个情况上热身的认识，但是可能没有机会这么好好的谈。可是很快的3个月内，你们会有一次、第二次的见面，然后会有更好的。可是记得那个时候不要回避太多情感的，要开放。终于要讲到开放，要开放一下热情去大聊特聊一下哈。因为我刚翻3个月，它时间点又跑出来了嘛。好，所以时间感、时间线的暗示就出来了。再看后面3个月，后面3个月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里真的认识了，也是第一次交谈的话，可能到3月、4月都会维持一个状况。那再更进阶、再更升华，可能要到第5、第6个月才会有一个更进阶、更升华的状态啊哈，因为你们两个谈论的更多了，然后突然两个人会有一些共同的兴趣跑出来，突然两个人还有可能一起约出国，一起约去比较遥远的旅行，一起出去玩。这是单独的吗？为什么我看到的不是单独的？好像是单独的耶，你们会自己单独约出去旅游诶，会单独约出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又单独约出去跟要避开你们的朋友的一个情况诶，可能在半年内就会认识，然后到这个阶段，所以以这样推测的话，半年内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情人会发生呢，速度还蛮快的哈，因为发展的情况还蛮健康的，而且是顺的。不要急，你等一下哈，它会有一个蛮好的邂逅情况会出现哈。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发现是他了啦，因为他在你面前蛮耀眼的，他还蛮有吸引力的哈。即便就基本的外在各方面，而且他这个人感觉好像蛮有热情的，蛮乐观的，不会闷闷的哈。好，目前看到是这样哈。好，我再帮你看一下，再帮你多挖掘一下他这个人好了啦。我相信你们都很了解自己哈，不挖掘你们了，我帮你挖掘一下这个人。来帮你看一下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哈，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他现在他才刚从一个新的关卡里面，或新的公司、新的环境里面挣脱出来哈，然后他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很好的发展，然后他对于他的工作非常有自信，然后也被很多人称赞，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工作能力也蛮强的哈，然后各方面来说大家都对他很肯定。很多事情交到他身上的时候，都能够很好的把它完成，而且他的人蛮细心的，不粗心大意哈。其实蛮多人蛮依赖他的哈。我相信你好像也可以好好的依赖他，这里有看到。而且他现在的人比较自在，他已经脱过了他之前比较觉得难受的阶段了哈。的确跟我刚想的一样，他各种生活的困难什么，他都可以协调了。他现在已经很能够一个人照顾自己了。他其实一个人也没关系哈，只是当遇到你的时候，开始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哈。他开始会主动。其实他本来觉得自己一个人就 OK，他没有特别需要什么，因为他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很富足的生活，很好的环境，他能够照顾自己。刚讲过了，他能够
反正他自己一个人就过得很好啦。那所以他如果真的遇到人，他比较像是他想要邀请你加入他的生活。他的概念里比较没有什么两个人是独立，他概念比较像是他想要邀请你一起生活，他可以多照顾你，多给你很多东西，他能力还不错哈。他同时照顾你跟照顾他，他都可以。他的心态上是这样子，如果当他遇到你的时候，但他没有遇到你之前，他确实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他的独立性蛮强的，他也不需要别人，他自己就能够给予自己非常好的生活。他也觉得没有固定一定要交一个固定的伴侣或什么，其实他原本是这么觉得的。然后他也可以只爱自己，他能够把自己当成自己是自己的情人，然后照顾自己的家人照顾。他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一个人都可以从容不迫活着的人。直到你出现之后，会改变了一些事情哈，所以他的领导力、他的权威感、他的主导性、控制性可能会比你强很多，但是这是他的优点哈，他并不会为难你哈。你再看一下这个好了，你看的是他的人哈，这两个都讲过诶，刚前面都讲了，他是个很能够实现自己梦想、实现自己目标的人哈，这一都有。好，听得说都是一些真正他的好牌诶，目前看起来。好，这就是那个人哈，这些都没什么问题耶。很多好牌在称赞他，他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好像老天爷终于给你一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很稳定的人，做事情很有干劲，很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而且他是坐而言不如企鹅行的人，他的行动力非常强，而且显化自己的梦想，显化自己的目标，意志能力也非常强，而且他不会偏激的做事情，他做事情的拿捏度都非常好，所以即使你跟他有感情上的问题，或是你跟他有一些不契合的事情，或是有一些想法不同的时候，他能够马上找到交集点，能够马上找到平衡点，马上能够欣赏你的想法，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不会坚持己见。他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了。好，但是他做事情因为太认真了，所以他如果真的在一起或什么的话，他会非常的投入哈，非常的愿意付出。但是他也其实蛮敏感的，他其实蛮敏感各种细节，所以他才能够把每件事情做得蛮好的。好，你再看看，再翻一次哈，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再帮你多翻一下他的牌，我再翻一下。这个好了。哦，连三张牌告诉我，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的梦想蛮多的，他蛮有远见的。他也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勇于冒险的。而且他看事情看得比较远，他是比较先知型的人，所以他也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讲出一些蛮多有智慧的话，你问他意见，他能给你蛮好的意见。他蛮愿意分享的哈。而且他自己本身就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心也很强，对于资料收集有一种狂热，所以他对于新的东西、未知的东西都特别有研究或什么。这东西他也连带了非常多的智慧在他身上。也许你在他身上会看到一些幼稚啊、可爱的东西，但那不是他内在涵养跟他内在学问的等号哦。他只是喜欢用那个方式来显示给别人，比较活泼什么的，喜欢东西很多，好像很燥什么。可是他其实内在品质蛮多的。而且是个蛮有智慧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转换成活在当下的这种智慧，他能够真正体会活在当下的这一个概念哈。所以跟他在一起蛮不错的，可以学习，又能够过得蛮快乐的哈。好，这就是这个人的预测哈。我期待你能够真的遇到这个邂逅，而且是非常美满的一个故事哈。好，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祝福你，谢谢你来听。